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机器人的 Modbus TCP 通信功能。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程序，那我们机器人是作为主站，外部的设备是作为从站。切到手动模式，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Modbus 功能，那我选择我们的 Modbus TCP， 然后我们机器人作为主站选择，我们输入一个从站的 IP， 那我们现在用我们的电脑上面的一个从站的这个软件来模拟外部的设备。那我们从站的 IP 地址就是我们机器人我们电脑的 IP 地址168.58. 我们自己可以查一下，或者自己重新设定一下。我是58.29。然后端口号正常是502，然后我们选择一个从站的 ID， 然后建立两个，首先是创建主站、关闭主站这样的两条指令。然后我们添加一些我们通信的功能指令。我们首先可以通过讲解一下我们读线圈的这样功能。那读线圈我们选择我们刚刚的 ID 是1，然后继承器的地址我们可以设为0，然后线圈的数量我们可以设为1，然后我们就点击添加，就会生成一条这个读线圈的指令，然后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写线圈的指令，那地址是1，然后继承器的数量是1，线圈的值是1。我们首先需要判断一下，我们建立完成之后是否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统计。否则，我们关闭。我们首先我们可以定义一下我们线圈的读的这个值，先定义一个。我们这个返回值的类型是数组的类型，因此我们首先要接收的话，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这个返回值的类型，那是一个数组的类型，然后我们获取这个线圈的值。我们
们监控一下我们获取的值的。OK， 这样一个读写线圈的程序我们编写完成了。下面我们来与外部设备建立一些通信。我们首先通过 Slave 软件来模拟作为从站来跟机器人进行通信。首先我们建立链接，选择 TCP/IP 协议，然后的话 IP 地址是58.29，然后是502，然后我们点击 OK。OK 之后，我们需要定义一下我们刚刚的寄存器的类型。我们刚刚说的是线圈类型，然后 ID 号是1，那么 OK。那我们现在是运行机器人的程序与我们的从站进行通信。首先我们知道刚刚这个我们读取线圈线圈寄存器的地址为0的值，然后我们是给线圈寄存地址从0开始，写入2个寄存器的数量都为1。下面我们切换到自动模式，然后点击运行程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取到的这个寄存器地址为0的这个寄存器里面的值是0，然后我们给寄存器写了2个值，那我们可以看到地址从0开始，写了2个寄存器，那这2个寄存器的这个值都为1。OK， 这样一个机器人作为主站与从站的这个通信就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下面分别再介绍一下其他的指令。我们切换到手动模式。我们下面来讲解一下，离散量跟输入寄存器的指令，以及保持寄存器的指令。我们先讲解一下离散量的指令。那我们离散量寄存器是只能作为读不能写的。那我们地址，然后我们读取的数量，比如是我们读取3个，然后添加我们的指令。那离散量的这个返回值，我们依然是数组类型。我们可以获取一下读回来的值，然后监控一下。类型是 number， 监控一下。好了，我们读取离散量的一个程序已经编写完成了。那我们现在来读取一下离散量。我们首先修改一下我们寄存器的类型为离散量的类型，然后我们设置3个值。
on。那我们将手动模式切为自动模式，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哦，我们程序里面刚刚变量写的重命名了，我稍微修改一下，保存，切换至手动模式。我们再运行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机器人可以读回来这个从站寄存器的值101101。OK， 我们下面继续讲解剩下的指令。那我们再讲解一个输入寄存器。输入寄存器对于主站来说也是只读不能写。那我们选择寄存器的地址为0开始，寄存器的重量我设置为4，设置为3，然后类型我们可以读取与116。OK， 我们读取输入寄存器的这个程序编写完成，然后我们设置一下从站寄存器的类型，然后选择输入寄存器，然后我可以给输入寄存器赋值。OK， 我们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监控变量就可以监控到我们刚刚读取到这个从站的这个数值是100、200、300。OK， 我们下面再讲解一下保持寄存器。保持寄存器是作为可读可写的，那我们分别添加一下读寄存器跟写寄存器的指令，然后 ID 选择寄存器其实是0，寄存器的数量3，类型OK， 我们读写保持寄存器的程序编写完成了。首先我们打开从站，然后选择寄存器的类型定义为保持寄存器，然后我们先从设置
计算机的值先设置为1、2、3、4。我们先读取保持继承器，从地址0开始读取3个，然后再更改这个继承器的地址为223344。OK， 我们运行一下程序。我们刚刚读到的继承器的数据是122345，然后将继承器的这个值更改为223344。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读写保持继承器的这个通信就完成了。OK， 今天跟大家讲解的Modbus 机器人 Modbus TCP 作为主站的这个通信指令编程已经完成了，谢谢大家。